弟兄姊妹平安。这两天在网上吵得很热闹的就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给川普打电话。那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习近平曾经给他打电话，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战。那中方呢却否认和美国有任何的贸易谈判。那后来呢，有记者又再问川普到底有没有给打过电话，川普呢并没有提供特别详细的细节，只是表示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会透露更多的信息。那对于双方截然不同的说法，让人呢倍感困惑。那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这点小事情非要不承认呢？那这件事情呢，只能有一种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表示肯定有一方在撒谎。那到底谁在撒谎呢？那有人可能会说，哎，管他谁撒谎呢，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其实呢，这件事情呢，确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每天都面对诡谲多变的世界，对这些呢是是非非，我们应该是司空见惯了，一笑置之就好了。我之所以今天要聊这个看似无聊的话题，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一些事情的看法。就是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有诸多的必然的原因的。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撒谎的问题，所以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些的口角，从来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小事情，背后都有深层的原因。当我们面对一个不清楚、不明朗的困局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过往的经验，结合当前的形势发展，大概做一个判断。圣经也说，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其实也包括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从历史的行为模式来看，中共在涉及对外关系、内政大事，尤其是可能影响他们的强势形象的事物上，确实经常的采取隐瞒、否认、模糊处理等等手法。哪怕是事后证明他们是撒谎了，也往往呢是选择模棱两可的改写叙述，而不是承认错误。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了，比如说疫情初期他们的封锁消息、南海军事化问题、经济数据的造假，这些事情都让人对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一个形象。我们基督徒都相信中共的背后就是撒旦的权势，中共是撒旦的差役。在约翰福音的8章44节，主耶稣责备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中共既然是撒旦的门徒，是撒旦的追随者，那么他们撒谎呢也就正常，是一个常态，一点都不奇怪。那相比之下，虽然川普他的言论有时候有点夸张，说话呢情绪化，但对于中共的强硬态度，揭露对美国的不公的行为，他的表态和实际行动之间非常的一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的判断，我也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的这种看法，就是更倾向于相信川普。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很容易就明白中共为什么竭力否认打电话。那这个原因呢，大家都可想而知，他们不想让世界知道，他们是在私下里偷偷的试图和美国和川普达成一些协议，来影响他们所谓的大国的形象、强硬的立场。其实呢，这是一个虚伪的一个掩盖、一个隐藏，这是他们常常耍的伎俩。习近平给川普打电话，其实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他国内的这种经济形势和社会的现状，逼迫他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妥协的办法。首先说内政的困境，经过长期的高压维稳，经济滑坡，青年失业，习近平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烂尾工程，比如说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的失败，中国政府的这种巨额的债务，
这些呢都让所谓的一尊的地位摇摇欲坠。最近这1年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李尚福、秦刚这些他一手提拔的这些高官的坠落。最近呢又发生了很多所谓的习家军当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苗华呀这些人物，所谓的习家军，他们呢又消失又被查。这些现象呢都表明在国内党内他们的斗争的激烈的程度。过去呢是他在查别人，现在轮到查他的手下。那他的手下被查了，说明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保护他的这些手下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的权力已经不稳。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重叠的压力，所以有人甚至传播他现在已经退居二线。那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观察习近平他的性格，除非是众人强行的把他推下去，他自己是不会主动下台的。在外交方面更是非常的失败。他结交的这些的朋友，俄罗斯、朝鲜，其实呢都没有一个真正对他好的，都是背后捅刀。这次他去东南亚也是表面风光，实际上呢毫无收获，最后呢还是落得一个笑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偷偷的向美国示好，祈求缓和呢，其实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呢又不敢公开的承认，非常符合中共的一贯的手法，对内强硬，对外低姿态，偷偷摸摸的寻求喘息。在中国的这些百姓其实非常可怜的，他们长期的被洗脑教育，又被煽动民族主义的这种情节，受着这个信息的审查。现在中国的百姓当中就是一个躺平摆烂。也有人乐观的判断中共可能几年之内就会倒台，甚至有人说今年之内习近平就会下台，中共就瓦解了。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呢这样的说法呢是严重低估了中共的生存能力和中国人的特殊性。中共其实呢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脆弱，它之所以能够维持100年以上的统治，不单是靠着这种暴力的维稳，更是靠他们对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的深度的操控。一方面用民族主义、党国混淆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大国意识、集体认同，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利用经济的利益、信息的封锁，麻痹大众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奴役，又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假和谐的一种社会的幻象。然而可悲的就是中共的这些手段呢是非常有效的。中共他们从撒旦那里学来的就是这种诡诈，他们非常会煽动人心，又非常的会转移焦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中共都非常老练的用这种手段在危机中数次化解。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呢很快就把这个焦点转移到所谓的四人帮身上。然后在疫情之后，虽然在这个民怨沸腾的时候，他们呢又非常巧妙的制造各种的这种噱头，转移焦点。所以中共已经不是毛时代的那种红色的独裁，而是一个会学会演，非常有技术性的操控的一种政权。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百姓，他们现在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对象。这是中共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护身符，他们对中国百姓拿捏得非常的到位。所谓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吃草活3年，这个一点都不夸张，确实是这样的。在中国的58年到61年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中国的百姓居然就这样忍着被饿死也不出来造反。所以他们说的中国人可以吃草活3年真的是事实，中国人真的就是这样能忍耐的。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一种奴性。所以共产党知道，只要中国大多数百姓还能够活着，还能有一点点收入，
每天能够看抖音，他们就能够维持这种所谓的低烈度的顺从，轻松的统治大众。所谓的低烈度的顺从，就是人在长期高压、洗脑、被操控的环境下，表面上顺从不反抗，但内心呢是缺乏真正的认同的，形成一种低强度的被动式的顺从状态。那这个特征呢，就是麻木，表面顺从，内心麻木。为了生存呢，就避免麻烦而机械的配合，长期处于恐惧、无奈和冷漠之中。这就是中国大众的普遍的现状。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中共的属灵的本质，他们就是撒旦的工具，抵挡神，迫害教会，颠倒善恶黑白，以假为真，以恶为善，扭曲真理，扭曲人性。中共的政权很像启示录当中的兽的政权，但是我们相信历史并非是永久静止的。巴比伦曾经是极为强大，尼布甲尼撒也是非常的狂妄，但是呢，最终还是难逃灭亡。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就应该是守望、警醒，并且为神发声。我们应该为中国祷告，为中国的百姓祷告，也为教会祷告。那今天我想再稍微补充一点关于川普。有人呢非常不喜欢川普，常常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那从感情上来说，我个人也是不太喜欢的。在马太福音的21章28节，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让我对川普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有一点不同的认识，跟大家来分享。主耶稣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但是呢，他却没有去。接着呢，耶稣就问众人：“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的命令呢？”他们都说是大儿子。所以主耶稣这个话呢，就让我们思考，这2个儿子到底哪一个是真正遵行父亲的命令？是表面上答应没有去，还是表面上虽然没有答应，自己却去了的呢？所以说，重要的是看他做什么，而不是看他说什么。那在川普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这件事情上，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总是看川普他说了什么，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虽然他说习近平是他好朋友，但是呢，他在对中共的态度上，他是没有手软的。如果真的看习近平是自己的好朋友，就不会这样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本质，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一个人，不要从感情上来判断，要客观的来看待一个人和一件事。